当地时间12号，40个向联黎部队派遣维和人员的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近期针对联合国维和人员的袭击。然而，以色列方面却敦促联合国撤出联黎部队，还重申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为不受欢迎的人。黎以冲突进一步升级，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这份联合声明由波兰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发布在社交平台上，由印度尼西亚、意大利、印度、法国、中国、西班牙等派遣国联合签署。声明说，这种行为必须立即停止，同时应对袭击进行充分调查。声明重申全力支持联黎部队，其主要目标是在黎巴嫩南部及中东地区实现稳定和持久和平。近日，黎以冲突升级以来，已有5名联黎部队维和人员受伤。 联黎部队12号说，该部队纳古拉总部一名维和人员被附近进行中的军事活动的枪弹击伤。斯里兰卡军方发言人11号证实，联黎部队2名斯里兰卡籍维和士兵遭以军袭击受伤。联黎部队10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向联黎部队纳古拉地区司令部的一座哨塔开火，造成2名印尼籍维和部队人员受伤。 The conflict right now between Hezbollah and Israel is not only a conflict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his is really turning very soon into a regional conflict with catastrophic impact for everyone. So the responsibility is with everyone, definitely with the parties, but also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当地时间13号，古特雷斯表示，联黎部队人员及其驻地绝不能成为攻击目标。对维和人员的袭击违反了国际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此举可能构成战争罪。 然而，以色列方面对此却置若罔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3号喊话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敦促其将联黎部队撤出黎巴嫩南部交战区域。Mr. Secretary General, get the UNIFIL forces out of harm's way. It should be done right now, immediately. 此前，以色列曾宣布古特雷斯为不受欢迎的人，并禁止他入境。13号当天，以色列外长卡茨在社交媒体发帖，重申古特雷斯为不受欢迎的人，并禁止他进入以色列。已有超过100个联合国成员国签署了一封公开信，对以色列这一行为进行谴责，并表示对秘书长及其工作的全力支持和信任。 此外，以色列方面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再次威胁联黎部队的安全。13号凌晨4点30分左右，以军2辆坦克破坏位于拉米亚的联黎部队驻地大门，强行进入驻地，约45分钟后离开。之后，同一驻地的维和人员报告附近有数发炮弹发射，由此产生的浓烟导致10多名维和人员身体不适。 以军方当天回应称，以军在离南部地区遭遇了反坦克导弹袭击，袭击地点距离联黎部队的一个营地很近。一辆坦克在帮助撤离炮火下的伤亡人员时，倒车撞入了该营地。以色列军方在一份声明中称，他们使用烟幕弹为撤离伤员提供掩护，但其行动对联合国维和部队不构成威胁。 当前，中国第22批赴黎巴嫩维和部队有3支分队，其多功能工兵分队、建筑工兵分队和医疗分队。据悉，部队营区周边警报声、枪声、爆炸声持续不断，最近的爆炸点距营区不足1公里。同时，空中也不时有火箭弹、无人机飞过。 处的位置是距离蓝线仅6公里的中国维和营区地下防空掩体。对于我们布里维和建筑工兵分队来说，从来到这里的第一天起，警报声、枪声、炸弹声等等都不绝于耳。火箭弹、无人机往来不断，战机时常在头顶释放巨大的音爆进行威慑。 何雷说，分队在防空掩体内储备战备食品、医疗物资、通信设备、日常用品等保障物资，在掩体出口增设防护设施，做好应急处突准备。 我们在防空掩体内增设了战备食品、医疗器材、通信设备、日常用品等6类1000余件防护保障物资，持续优化改进掩体的生活条件。商务部发言人12号透露，自9月20号起，中欧双方进行了8轮磋商，双方在一些领域取得重要进展，但针对欧盟电动汽车反补贴案磋商还存在重大分歧。到目前为止，磋商仍未达成双方均能接受的解决方案。除电动汽车外，欧盟又有新动作，宣布对原产于中国的硬木胶合板展开反倾销调查。
中国商务部12号表示，欧方始终未积极回应涉及中欧业界核心关切的问题，双方还存在重大分歧。到目前为止，磋商仍未达成均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商务部进一步强调，中方通过对话磋商寻求解决方案的态度和诚意没有改变，已正式邀请欧方尽快派技术团队来华，继续下一阶段面对面的磋商，并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欧方于10月4号通过了欧盟委员会提交的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案中裁草案，不过欧盟要到本月30号才会公布最终调查结果及实施条例，因此在最后期限到来之前，中国与欧盟就价格承诺的谈判仍在密集展开。欧盟有这个动机去维持这一个谈判，他也希望呢，能有一个比较折中的方案，能够为中方所接受啊，所以我想谈判呢，应该还会目前来看还会持续啊。还没有到最后的关头。分析认为，此次谈判的过程必将是艰苦的和长期的。中方不预设谈判结果，但在涉及国家和企业利益等重大问题上，中方不会让步。就在2天前，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老挝万象出席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期间，会见了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此后，米歇尔在接受采访时称，大门还没有关上，但局势非常复杂，充满挑战。他希望在接下来的几周内达成协议，但警告说，达成协议的过程将非常艰难，还试图甩锅中方，要求中国调整行为，以解决相关贸易争端。有报道称，欧委会正在绕开中方行业协会，就欧盟电动汽车反补贴案单独与部分企业进行价格承诺谈判。中国商务部明确表示，此举将动摇谈判的基础和互信，会给双方磋商带来干扰，不利于推进磋商整体进程。值得一提的是，此前1个月有消息称，欧委会驳回了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的最低售价提议。知情人士透露，中方曾提议欧洲进口自中国的电动汽车售价不低于3万欧元，约合人民币23.2万元，以避免欧盟征收反补贴关税。但这一提议遭到拒绝，因为欧方的预期价格是3.5至4万欧元。中国新能源车在全球热销的主要原因在于其价格优势。去年上半年，中国纯电动汽车的平均零售价约为3.2万欧元，约合24.8万元人民币，其中包括售价低于1万欧元的比亚迪海鸥等车型。而小型电动汽车比亚迪海鸥计划明年在欧洲上市，预计定价将略低于2万欧元。因此，这些车型如果想要进入欧洲，就只能主动提价。但显然，中欧当前的谈判就卡在了最低价格上。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张健认为，贸易战绝对是双输的，不仅不利于中国企业发展，也将给欧洲企业带来巨大伤害。就需要中欧双方通过持续谈判找到折中的解决方案。中欧关系在过去为双方创造了巨大的价值，未来也依然需要彼此。所以我觉得随着时间的推逝，欧盟更多的人认识到这一个贸易保护主义对欧盟自身的伤害。我想到那个时候，欧盟才可能会有一个策略上的调整。